嘿，大家好，我是 Aceson，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实况组啊，对，就是我们很久没有跟实况组打过了，打的一场竞技场比赛啊。那这个实况组呢，是我们以前的老对手啊，我的老对手、老朋友，那个之前所说啊，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但上次已经有个观众跟我说了他的名字，原来他叫做 Carlos， 对 Carlos，那我们很高兴认识他的名字，对，那以后就跟冰茶一样，他有的名字我就容易辨认了他，那。这次啊，就来跟大家开一场跟那个 Carlos 打的一场比赛了。OK， 那影片开始前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OK， 那来到影片里面了，那这次他一开始用的那个英雄啊，是我们所说的数值怪 Demon Lord， 对。那打 Demon Lord， 那如果你是有一直看我的频道的一些观众，那应该都对 Demon Lord 怎么打法是陌生啊，就是因为这英雄啊，他基本上就是所有不论是中位还是高位还是低位的那个玩家都会使用的一只英雄，因为他是一个数值怪，我们所说的数值怪。那这边的话，已经让他那个数值把我压制到这里了。这边的我失误。那我用了头盔跟那个盔甲，但他好像还没用技能。那基本上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技能已经开了那么多招，两招起码开了两招。哎呦，这边失误。那基本上就是如果让他压制到我两招技能加入出去，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对战那个优劣出现的那个情况啊。就是没有扭转那个局势，那基本上那局都应该输了。那很明显，结果就像大家所看了，已经输了。那来到第二回合，那你们打那个地方其实要小心一点，要尽量避免跟他正面交锋。怎么说？就是不要在他硬着跟他滴。对，那我们超虫就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跳前就是 Air Dash， 我就发现这个名字 Air Dash。我们跳前的时候，是一抓就可以直接把人抓住嘛。如果成功的话，赵宇哪里看到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这个地方有个 bug， 就是如果你防御的话，也是可以把你抓住。所以你刚才看到我明明有防御，但还是被他抓住。对，那刚才所说的那个 Air Dash， 如果我用那个跳前抓他的话，其实就可以避免跟他正面交锋。那对于打地方洛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对策略。那但是啊，那如果我们 Air Dash 失败的话，让他防御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啊，把我们整个人送到他面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超从跳前，如果是对面反应的话，我就直接站在他面前嘛。这个就是超时空的 Air Dash 的一个使用的好处跟坏处啊。那所以的话，其实打地方辛苦的位置就是因为防御把我超时空 Air Dash 防御的话，其实是蛮简单的。那对于地方来说是一个挺容易抓到我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只有反应就行了。那因为以前所说嘛，就是超时空已经更新了，他现在不能抓背。对，所以就哎呦，他这边自己掉下去。那他换了这个神行者。那其实我现在是有机会赢下这局，因为现在技能我头盔还是有。那我其实不用那么急，直接这边就急了，这边急了。其实这边就不要用那个消技头盔，那个头盔用来消人技能的。其实不应该那么急着用，就继续用那个基本功跟他打，那其实会比较好一点。那就是跟大家说，打比较高端一点的一局的时候，不要那么心急，我们尽量就信任自己的基本功是可以打赢对面的。OK， 那来到第三回合，那他不用那个地方漏了。可能他发现这个数值怪对他那个风格好像有点不太好的那个风评啊，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换回正常的神行者的一些英雄。那他换了之后就比较好打了一点，因为神行者的话，其实就像以前所说啊，只要抓住他那个
跳前就是那个空中滴那个，不要让它滴到，基本上就可以了。抓它掉下来一下，就是它滴完之后不是会站在那个地下嘛？我们抓住它，回到地面那个时刻，然后把它抓住。对，那这卡老师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对我来说是个弱点，就是他的防御英雄不是李舜臣跟那个狂战巴萨，对他的防御英雄竟然是上很多个版本之前的防御英雄国王，就是国王的亚瑟王的话，其实就对我来说啊，他现在作为防御英雄是没什么用。就是他没有可以反击的手段，就用来防御的话，他没有任何反击手段，那就基本上就只有挨打这一个做法而已。哎，这边的话用披风，哎，可以做到滴到哦，哎呀，可惜。这边的话，如果滴不到，就会让他逃出来。对，如果刚才那一下滴到的话，他冰住的时间就会长野撞过去。哎，没有，还是我好像用了盔甲了，我忘记了。那。这边的话还有头盔，那我们别心急，上一回合那个教训我们还记得啊。那我们用基本功跟他打，抓到打下去，哎可以，别心急 ，OK， 忍住，抓到就行了。OK， 这边换第三英雄，我们就直接不停的尝试抓他。那他用这个梅菲斯特张牙舞爪的话，我们就小心一点，也跟那个打神隐者差不多啊，别让他那个空中滴到，我们抓他掉下来肋下。因为那个梅菲斯特其实他改入了这么多那个版本之后，就是现在他改了很多个版本，起码我猜有十几个了。就是他现在终于改到有一个空中掉下来肋下的空窗期可以让我们抓到，就以前的梅菲斯特是完全抓不到的。那现在改成这样是不错的改动，虽然它还是有不少的平衡空间，那个balance的空间了。那现在这个版本就还行，对。那刚才用的基本功抓到他，那来到第4回合，那第4回合他又用神行者，OK。其实自从那个超时空那个重低，他那个瞄准的自瞄的那个角度幅度增强了之后，我是蛮喜欢用那个重低打法的。对，因为以前超时空那个重低其实那个瞄准自瞄距离其实蛮短的，那现在改成这样之后。那基本上我就蛮常用，因为它的自瞄就挺厉害，我就蛮喜欢那个重低打法。对，那他现在换了圣兽，他通常换圣兽，他是用来防御我的超时空。那他好像蛮怕我超时空的空中抓取那个 air dash。哎，这边我有用，别怕。哎呦，那每当他防御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有点松不开那个防御按钮的感觉，那我就会尽量利用它那个比较算是弱点吧，算是吧，我就会用那个 breaker 把它打到，对，直接把它打下来，然后把它打在地下，然后直接 combo 下。这边的话别换英雄了，那我们直接那个 alpha 来抓，那个超时空来抓，因为来到这阶段了，我们乱换英雄的话，很容易被对面一抓死。这边继续小心一点。哎 ，OK， 这边其实有点风险这个，所以你看到我其实也用了这个衣服之后，也不太做这么特别的 combo。这边的话，他应该死了，哎 ，OK 抓到，那直接打下去。哎 ，OK。那其实这边的话，以前我是会用黑毛的，就是那个齐天大圣打上去之后，但为什么不用？就是因为也是像刚才所说啊，技能阶段对面有技能的情况下，哎 ，OK 这边 Breaker 直接打。OK， 有技能的情况下，我们别乱用，别乱换英雄啊。那直接刚才换回超时空有那个反撞是最安全。那来到第5回合，那第5回合的话，哎 ，OK， 哎，可惜那被差一点抓到。那他还是继续用圣兽那些。那我们超神有个好处就是，他做完丢下去之后，那是可以有那个足够时间配这个破坏者重低那个蓄力。那因为这个特点的原因，我可以超神配这个水龙加黑毛啊，那是一个挺
OP 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有应该要改的必要，因为这个实在太 OP 了。那怎么 OP 法的话，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跟大家说，因为明天是这个 Saga 怀旧夜，这个 OP 的位置其实跟以前黑毛还没改之前有点关系。OK， 这边打下去。那 SD 换 SD， 然后他还掉了下去，用这个咒式。那基本上那个 SD 换 SD 是我比较赚。哎，这边撞过去，哎，可惜啊，这边没想到让他避开了。这边来个超雄 base combo，OK， 这边哎呀，可惜。你看到我有一点惯性往后退，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有技能。哎，可惜啊，就是我有技能我就会往后退。那可惜啊，刚才往后退也是避不了。哎，完蛋。在这边就，哎，可惜啊，这边就像刚才所说，技能阶段别乱换英雄啊！刚才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乱换英雄导致了一个后果。哎，但我变大了，有机会吗？哎，可以，他没技能。OK， 那个反击的号角吹响了，那有机会了，有机会反击了。OK， 那这边呢，因为刚才我的掉落天赋，其实我是狂战霸是双那个掉落天赋的。基本上，如果用狂战炮打下去的话，他扣满多少 ？OK， 这边抓住，OK，他失误了，那应该打赢的。OK，那就来接第二个细节。